到我频道，我是 JD。那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全开箱的是本月份航海王最新推出的一番赏雷鸣的忠诚。那这一次这一套一番赏大概是鬼岛篇章，我觉得进入这个尾声的阶段，所以这一次登场的卡斯就有我们这个非常特别凯多年轻时候的样子，还有我们的 King 小时候的形态。那在补上之前，我一直催他没有出的这个旱灾杰克，所以到这一套结束，我大概3灾就已经完全的到齐。那接着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起来 ，Go Go！ 那首先呢，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小赏是这一次的 F 赏。那这一次它纸板的设计是回到以前那种包边的方式去做，但唯一比较进步的地方是它的尺寸来到应该将近是 A4。印刷品质说实在，我刚刚在开箱的过程中，第一句话说盖好丑。就它这一次完全就是单纯的印刷，上面的选图是比较贴近卡通的这个解析度一点，所以整体的图片设计上，我觉得廉价感其实就还蛮重的。那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里面可能有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大盒，然后还有另外这一款。他们就是走一个比较那种酷手感 Q 版的方式去呈现，但我觉得以收藏价值来说的话，我个人是不怎么喜欢啊，所以我们就速速带过，好不好？好不好？有鲁夫，就这样。其他基本上没救了，那就进下一个。那紧接着跟各位开箱的是本次的一赏。那在还没开箱之前光看到它的图片就知道它大概是这个经典时尚橡胶杯垫组。那本次它登场的款式是12款，选图上我觉得比常规的这个小杯垫来说，算是来的有意境一点。那我们来看看开箱到什么。我们开箱到的是这个索隆，它使用这个阎王的这个图案，结果打开之后，你发现，你看它这旁边是有挖深下去的，所以以杯垫来说的话，你看它周围有一个立体感，让你的杯子假设放在上面的话，有没有滴下去的水呢不会往外渗？那整体因为这样，它有一个紧身的感觉，整体的立体感是来得更加丰富。所以以这个小赏来说，我觉得这一套的选图还蛮经典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包边的设计，会给人这种质感有提升的这种小惊喜，所以我个人觉得还算不错。那就我们进下一个，紧接着要跟各位开箱的是本次的最后一个小赏这一套它的小赏非常的利落。那这一次第3的这个第一赏我们是做这个经典时尚长巾组。那这一次它登场的12款全部都是长巾。那本次它登场的款式，我觉得还算蛮特殊的看到上面的选角，其实都算是鬼岛篇章里面比较稀有的款式。那当中呢，有一款让我这个眼睛为之一亮。我们的大妈，哇，年轻的时候，所以这一款呢，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看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哇，真的是大妈，好大。开箱到这个长巾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是比较新的一番赏玩家，你可能不知道，在台湾的法规里面，其实长毛巾的进口是有时候会遇到海关的问题，无法进口。所以本次这一套一番赏在代理版推出的时候是没有长毛巾赏的也就是说呢，你看到这张配率，日版的部分是80抽8只公仔，可是我们的代理版是直接没有毛巾，公仔配率不变，所以只有58抽而已。它是直接56抽，对，它直接砍掉，它不能进口，所以它就大幅度的增加公仔的这个中奖率。那之前有时候为什么又可以，这一次为什么又不行？不知道，有人推估说可能跟选举或是怎么样有关系，这我们不清楚。反正呢，我觉得对于这个玩家还有店家来说是一大福音啊，就56抽的钱，然后公仔的数量一样，这就有香了，对吧？对，所以呢，近期有几套一番赏在代理版的时候都会发生这个情况，而且不见得呢是在接单的时候会知道。像这一次的航海王就是接单的时候就知道它比较少，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因为我听说上一套咒术回战是代理版的部分有一些店家，因为它不是认证店的关系，所以不在代理版的管辖范围内，所以他进的代理版可能是他去抽的或者他跟别的店家买的，那他有自己把毛巾补进去，他这样补到80抽利润空间就会变大。我并不是抨击这样的操作不好我先说今天只要你不是代理版的认证店，基本上官方对它是没有制约力的。那各间店家呢，只要符合公平、公正、公开3大原则，所以至于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价格上我是不会做任何抨击，除非你没有做告示，让顾客误会了消费之后，产生这个消费上面的争议，我才觉得不 OK。所以大家如果在抽代理版的时候，务必跟店家确认一下这个部分。我在这边跟各位补充一下。那接着小赏部分结束了，就让我们直接进到大公仔部分。Go Go！那首先第一款要各位开箱的是旱灾杰克。那这一次因为是出在这个魂豪4项的缘故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整体的这个肌肉细节做的都比常规的好非常多。那首先尺寸的部分，其实现在很可惜的是，航海王呢，尽管像是这种应该要做到 Master 的角色，基本上它都只会做到魂豪4项。所以它常规的比例尺大概就跟我们前2次开箱这个 King 跟 Queen 一样，可能落在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比例。那本次杰克他的姿势是采用一个类似站姿的方式，然后双手就拿着2把弯刀。那底部呢，其实就有配他的这个场景去做出一个微微的这个造景。细节上面，你看不管岩石的纹理啊、颜色，
还是这个烟雾的部分都还是有下点苦心的，比起脚撑至少是好很多。那角色本体的部分就是常规这个混好的等级，你看针对裤装的部分，我该有的细节皱褶啊，除了大条的这个雕刻痕迹上面，细部上还会加上一些细纹。那颜色的上色上，至少光影的呈现上都把它补足。腰带的部分也有针对亮金色的地方去做出一个分色。那我觉得最帅的还是上半身，你看他这一次旱灾杰克应该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两臂肉束的这个细节，我觉得比之前甚至我们开箱 Master 的凯多还要来得更夸张。你看它的这个血管的密集程度，身体上面大范围的这个披风，配合它是猛犸象的这个颜色，整体的设计上面我觉得很好看。而且你仔细看到它在咖啡色的底色上面还要用黑色去跟它做相间成。这个面部神情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你看它针对像是这个金属的口罩，上面是用这种黑铁色的方式去做上色，有做出这种质感的差异。那我刚刚一直很想把它这个口罩扒下来，看看下面的嘴巴有没有做出来。但我在扒它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它这个头发有没有？它很松啊，可是它整体这个感觉好像一个不小心，你要是回到干嘛，它就会断掉。好，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它隐隐约约从上面往下照，是看得到它鼻子跟牙齿应该都有做出来。所以如果把这一个金属口罩的部分移除掉的话，应该它面部的神情也有把它还原出来。这个象牙的部分你仔细看它下面的这个颜色用的非常的拟真，然后上面还有刻上那种骨头的纹理，让它表面上整体的这个线条的复杂程度，我觉得是交织的非常的仔细。这是2把武器，它基本上上面也用这种压痕的方式去呈现那种铁色的感觉，所以基本上近期我们就可以知道，魂豪4项虽然可惜的是什么，它的尺寸真的没有办法给你 Master， 但至少呢，它整体的比例尺上面跟常规的精品是可以合体做摆放的。那细节上面的纹理啊跟上色都做得很好，像是我们刚刚漏讲，它连两侧这个金属的护肩的位置也有做出这种黑铁色的上色。所以目前呢，这个旱灾杰克我记得也没有其他作品来说的话，这一支 C 厂应该算是近期唯一一支，然后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选择，价格算是比较漂亮。那这一次它也很佛心一套我记得有3支，所以如果喜欢的观众朋友，代理版发售的时候可以抽一下56/3，很香吧？那就我们进下一款。那紧接着要跟各位开箱是本次的 B 赏我们幼年时期的这个 King， 一个不小心我还以为我是在开 DXF， 然后发现它这个尺寸非常的可怜，它整体的这个公仔的做工规格跟表现尺寸上面就是比较高级的 DXF 而已。那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至少在底台的部分有微微的做出一个这种岩石表面的造景，那上面要有做颜色的分色。那整体角色本身的这个姿态呢，基本上呢就是比常规的精品好一点点。好在哪？来仔细听哦，鞋子的部分有做反光，上衣跟裤子的部分呢皱褶纹理有做的比较仔细一点，臂的这个绷带的部分，它是用刻痕的方式去做，并不是分件所以隐隐约约呢，在边缘是可以看到这个溢漆的情况发生。那面部的神情呢，还原的非常的好，但头发的地方，这个上色的部分也有溢漆。那比较可取之处呢，大概就是身上有这个特效件，刀部的部分你看就有多一坨这个火焰的特效件，背部也有。那羽毛的部分呢，因为还没长大。所以这个小鸡翅的感觉有没有？所以整体上呢就是比较可爱一点。那我觉得它卖的基本上就完全是一个角色的稀缺性。所以这只公仔我可以大胆的估价，绝对会不到1000块。因为它整体的服装什么上面，我觉得上色都还可以再更好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呢算是直接用价格给大家打一拳，让大家知道说我的评价怎么样。怕我讲的不够喷，我就直接用价格给他来一拳这样。那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没有特别喜欢的话，不要当盘子。那就我们接下一款。那紧接着跟各位开箱就来到这个 A 赏以及最后赏的部分，那就是我们这个百兽海贼团当家扛把子我们的凯多。那这一次它呈现的形态是比较早年的时候，那这一次它呈现的这个姿态其实跟刚刚的这个镜算是有种呼应的感觉，因为它底部底盘的部分你可以看，也是走在一个类似长条形的这一个岩石路上面。但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它上面除了纹理之外，就并没有太多上色的细节。那本体的部分就是拿着它当家的这个狼牙棒，那你可以看到凯多因为比较年轻的关系，不论是肌肉的这个壮硕程度还有整体的身形，稍微呢就比较苗条一点。那整体上面公仔的分量呢，也因为比例尺的关系，看起来呢其实跟常规的这个艺术王者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它这一次针对这个下半身靴子的部分，就没有像刚刚的这个镜有做这个皮鞋擦亮的部分。那上衣跟裤子的部分呢，仅仅就只是把这个皱褶纹理做的比较仔细。下半身的地方并没有做太多颜色的上色。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是，至少它上衣的这个衬衫的紧身感，有随着它这个壮硕的身躯，做出一些那种崩开的感觉，就把它肌肉的这个2头肌3头肌的这种纹理呈现出来。那颜色上，至少在上衣的部分，红色的底色上面呢，有加上一些深黑色的方式，打上一些阴影。那身躯中间露出来的这个胸肌的地方，你看它胸肌这个拉丝的程度还有下腹肌的这种切割感，整体呢还原的就很有那种
魂豪四象的味道。那面部的神情也还原的不错，我有把它年轻这种依然张狂的感觉做出来。那针对印堂的地方，也有做出血管去加强它这个表情的狰狞感。那头发的部分基本上都中规中矩，然后2只脚的部分呢，跟刚刚的那个旱灾一样，一样有做出一些刻痕，颜色底色也是用这种象牙白的颜色去呈现。那这一次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地方，大概是在手部的地方，你看它针对手掌上面的一些细纹的部分都把它呈现出来。那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 A 赏的部分，狼牙棒也是用铁灰色去做，所以整体上面要有反光的金属上漆，金属的凹痕去呈现它。所以整体上面的规格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勉强。基本上这一套里面，我觉得有到比较合格，大概就刚刚的旱灾而已。其他2只公仔算是我真的觉得很普通了，因为他们这个形态在原作里面说真的也是可收可不收啊，并没有来的那么有代表性一些。那尾赏的部分就是把我们的 A 赏做一个电镀色的强化，但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可惜啊。理论上要做成尾赏的电镀色，应该是刚刚的旱灾会来得好一点，结果他竟然选了我们的凯多，我觉得就有点可惜。你可以看到它底台的部分至少做到尾赏，加上这个电镀色的上漆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其实雕的是还蛮仔细的。上色的部分呢，也因为这个电镀的关系，多了一丝光影在。那下半身皮裤的地方，你看它连裤子都有做出这个电镀的上色，就有点反光，但是还有点暗沉的感觉，不会来得太亮。那上衣的部分呢，就整个也是变电镀色，但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因为电镀色的关系，变得稍微就有点光滑，就没有刚刚我们 A 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消光的感觉，光影感那么强烈。那基本上其他肤色的部分呢，就是跟我们的 A 赏是差不多的。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一次它的头发跟上面这2只犄角的部分也有做电镀色。那犄角因为电镀的关系，就变成银色的底色。但是如果以还原度来说的话，银色就稍微有一点点失真了。所以我这一次它最后场做成电镀来说的话，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好看，反而是因为整只公仔都发亮的关系，上面这种质地的纹理上面的差异感就不见了。那反而我个人是觉得 A 赏更还原一些。所以这一次这个最后场算是我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啦。如果你想收真的很喜欢年轻时态的凯多的话，我个人是推收 A 赏。那比较可惜的就是，既然出了凯多的这个年轻形态，为什么我们的大妈？对啊，大妈年轻形态如果衣服也开这样，哇！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次针对航海王这个最新推出的一番赏雷鸣的忠诚，这个一番赏全开箱。那本次这一套一番赏，你看我们最后的这个画面，近期如果是魂豪四象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它开的这个公仔的模比较少，然后复数给你譬如说我记得这一次我们的镜就2只，然后凯多3只，汉仔也是3只。那这一次这个篇章，我觉得完全就是在卖角色的稀缺性。那如果你之前呢有收这个 King 跟 Queen 的话，是不是就缺我们的杰克来组成这个山寨？那它整体的这个比例尺上面呢，也做得很刚好。那最后这一支基本上就是必收的。那我们的凯多跟镜的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卖的就是一个比较情怀跟角色的稀缺性。我相信这个形态应该也不容易推出在可能常规的精品上面。那以本次这套一番赏的组成，我觉得压倒性的就是 C 赏做得非常的好。那其他稍微就是比较普通一点，我个人觉得水水的。这一次的小赏我觉得也偏普通啊。那在这个影片最后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未来其实像这种代理版的部分，有时候会有这个毛巾赏被砍掉的情况。那当然是不是抽起来就非常的划算？那一样一抽的价格，店家成本不变，消费者可以拿到比较好的配率，对店家对消费者来说基本上是双赢的。所以像这种通常代理版发售的时候呢，就可以因为大家lose 掉这个资讯，所以市场上的量代理版的价格反而会被一些店家可能他跑去认证店包牌，然后自己回去转卖，价格就会拉高。所以如果呢你家里附近有这个认证店的话，就可以盯一下。认证店就是官方说怎么卖，你就只能怎么卖。官方说270，你就270；官方说1200，你就1200。你是不能在价格上面做变动，因为如果有的话，你被检举，基本上你会被约谈，你要写报告，不然就拔除认证店的资格。所以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像这种一番赏的话，我就可以关注一下身边认证店的消息。那影片的最后，你就会问我，学弟，那像有时候1个月一番赏的资讯这么多，到底要怎么样知道？那每一套的发售资讯，在那边跟大家讲，因为很多人尽管有加入我的社群，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其实常规呢，我们一番赏的预购流程跟精品是一样，我们都会提前大概在4个月左右就要跟官方做下单，代理版就会给我们一个配率表，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摩多的线上社群的记事本里面，我会按发售月份跟各位做公告，所以你点进记事本就可以看到1月份发售哪几套一番赏，它的配率是怎么样，它的这个公仔赏有几只，甚至公分数是多少，官方的建议售价是多少钱，你是不是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反查，这样我抽日版划不划算？那第一手的时候，当然如果有些人是要抽去脱手的话，就会比较好处理。
那只要发单的这第一手时间呢，我不只会放在我们这个无差别的讨论区，但因为无差别的这个讨论区是供大家使用的，所以我并不会去占用记事本的这个版位，但是我这些资讯一样会曝光。那如果你有兴趣去回推这些，那你就可以加入我们摩多摩多的线上社群的记事本里面，我就会常规的把这种一番赏的代理版的所有配率还有图片资讯都放在那边，你就可以透过记事本去反查每一个月。然后去知道未来要发售什么，然后比较好呢，就帮你的荷包做一个安排。好，这算是我们私底下在自己的群组里面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贴心的服务，因为很多人需要。好，所以像是这种有没有毛巾厂的部分，也可以在里面做反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不管是无差别的部分，还是我们的社群，还是我们有这个全民公仔估价网，这都可以加入一下。基本上一番赏的这个，你要价格也有，你要资讯也有，你要店家服务也有，我们都已经把社群建构好，也欢迎各位加入进来跟我们大家交流。代理版的部分因为有很多外县市的顾客会跟人家讲说，确定我知道你是认证店，可是我没办法去到你的店里消费，所以代理版的部分我也会按照官方的定价全部上在一番赏上面。我基本上现在就是如果你要线上抽玩家，我也会比照，我先讲，只要是我就会比照官方的定价，他代理版说一抽多少钱，我就不会有任何叠价。我就是原价，像这一套也是价原配率上在线上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到一番赏我们摩多摩的店家里面参考一下。大家好，我是杰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